朋友們好，這個視頻咱們一起来做一個小時候的味道老糖豆，焦香酥脆，做法簡單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莫，喜歡記得點讚收藏。開始先记一下材料，這是中筋麵粉150克，接着裡面加上一個雞蛋，大概40克。接着需要把雞蛋和麵粉先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因為咱們後期需要加上干酵母，如果鸡蛋和干酵母同时搅拌的话，容易出现不均匀，个別地方扎堆，发酵受影響。下一步咱們需要放入紅糖，這個糖量呢50克，如果想讓它甜一點也可以多加一點。然後呢咱們直接像這樣給它完全攪拌匀，拌匀之後加上3克干酵母，然後再準備水45克，這個水量呢不要太多，和出來的麵團稍微的硬那麼一點，做出來效果會更好更酥一點。和麵的時候呢大家要記住，咱們一定要充分的把它揉透，水分越均匀，咱們後續操作越順暢。和好的麵團呢，保證表面不粘了，然後呢直接就可以包起来進行第一次發酵。第一次發酵大家要切記不要發旺，發透就行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像這樣，如果這個麵發得太透，它就特別軟，揉麵的時候呢就不好揉，它裡面的氣太多，再加上它會變軟，後續再加粉揉麵的話就浪費時間了。所以咱們麵團取出來之後呢，表面抹上一層乾粉，然後呢直接像這樣按平，把大的氣泡放出去。放出去之後呢，需要簡單的揉一下面。這個揉麵的過程呢，其實就是每一次都把它折疊壓平，多餘的氣體給它放出去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咱們稍微揉幾下之後呢，折疊過來，像這個狀態就可以。揉發麵最關鍵的就是手法，並不是說你玩命就能揉得好，所以呢掌握好技巧，揉麵很簡單。大家可以看，這是揉好了，然後呢直接上擀面杖來擀。擀面的時候呢，大家只要注意把有氣的地方給它放掉就可以了。第一次擀成片之後呢，咱們需要再次折疊一下，這樣做的目的呢就是讓它的筋性上得更好，咱們烤出來之後呢更加緊實一些，不會太空。折疊後直接再次擀開，這次擀的時候呢不要擀得太薄，要留有一定的厚度，大概2-3毫米。擀開之後，咱們直接把邊上不整齊的部分去掉一點，然後呢切成窄的一點的條，這個條呢大概1公分。切好之後呢，咱們需要補粉，這個非常重要，不補粉的話沒法搓。剩餘的這一部分還要給它蓋好，不要風乾，風乾烤出來之後呢，它是更硬而不是酥。把這個條呢從切口這個位置按平，然後呢輕輕的給它搓圓就好。不是把它搓長，而是輕輕的把它搓成一個形狀，直接就可以切了。這個切的時候呢，盡量保持大小基本統一，這樣才能確保咱們做出來之後所有的口感能夠統一。如果大小不一的話，它受熱的程度呢就快慢也不一樣，所以呢這個口感就會有相對較大的差別。全部做好之後撒粉，這個粉量呢可以多一點，然後呢像這樣慢慢的給它搓匀，這樣你烤好之後它就不會互相粘住，而且呢烤得更透更好。搓的時候呢不要用力，就是在上面來回的晃動它就可以。如果你用力的話，它容易變形，烤出來的狀態不夠飽滿，不好看。這個方式呢其實就是手在上面扶着來回的晃動它就行了。全部處理完之後直接放進烤盤。放進烤盤之後呢還沒有結束，咱們下一步需要像這樣給它晃動一下，因為咱們前面多撒了乾粉，所以呢這個晃動呢很容易就能把它晃散晃匀一點，盡量不要讓它們全部疊在一起。咱們晃完之後呢直接像這樣蓋住，第二次醒發。第二次醒發呢12-13分鐘就好。這個時間段咱們預熱烤箱，上下火都是200，預熱10分鐘。然後時間到直接打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明顯它變得大了一點。像這個時候呢再次晃動一下，還是讓它鬆散起來。最後放進烤箱，溫度不變，咱們需要烤25分鐘。烤好之後一定要讓它稍微偏老，這樣才夠香夠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咱們撒了粉之後呢，烤好它自然就能散開，不會粘在一起。做好之後呢不要着急吃，一定要讓它涼下來，才能確保咱們最終做出來的口感是焦酥的。另外咱們保存的時候一定要完全封閉，不要漏風，這樣想吃的時候隨取隨拿。可以試一試。好了，咱們下期再見。